大家好，今天来分享一下对于养花新手如何给你的植物选择合适的花盆。为什么说是对于新手呢？因为对于养花经验丰富的人，英文说有绿手指，就是 green thumb 的人，那即便这些条件都没那么合适，他们也是一样可以把花养好的。但是对于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新手来说，这些辅助条件就显得很重要。首先，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花盆，这个花盆的底部必须要有口。像这个陶盆下面有口，那有的时候我们买回来的盆是这样的，下面没有口，如果直接拿来用的话就很危险了。那这个盆我是这样用的，我将它作为一个套盆使用，里面放一个下面有很多口的花盆，然后将外面这个盆呢这样放，这样我浇水的时候多余的水流到这个盆里，我把它倒走就可以了。那这个盆也是一样，下面这个盆是不透水的，那我在里面放一个下面有很多孔的盆，放在里面，这样就不会造成这个盆土积水的情况。那接下来我会通过花盆的尺寸、形状、材质和颜色几个方面来聊。花盆的尺寸，简单来说就是小的植物配小盆，大的植物配大盆。吸水的植物盆可以偏大，耐旱的植物盆可以偏小。那如果花盆的尺寸选对了，就会很大程度上降低给水的难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小的植物配了大盆，水给多了就很容易淹倒，并且造成烂根。那给少了呢，植物的根部又可能接触不到水分，造成植物缺水或者营养不良。尤其是刚刚移栽过后的植物需要先浮盆，如果这个时候花盆选择偏大的话，植物早期呢更偏重于根系的生长，叶片和茎生长就会比较缓慢。对于没有经验的花友就会觉得植物是不是缺水了、缺肥了，那一不小心水就给多了，就会把花淹倒。那如果花盆选择过小，就会造成植物的根系过满，那盆土就容不下足够的水和肥料，每次浇水呢，水都会很快的从盆底流走，从而引起植物的缺水和营养不良。那长时间还会给盆栽造成环境压力，并且降低植物的免疫力。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适当的压力其实可以让植物增加繁殖的欲望。如果想要促花的朋友，就可以适当的虐一下植物，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稍微小一些的花盆。那相反，如果你想要植物专注于叶片的生长，那就要给它提供舒适的环境和尺寸适当的花盆。花盆的形状，花盆内的盆土在饱和状态下能容下多少水，除了花盆的尺寸和种植媒介，它还取决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花盆的形状。由于重力的作用，高的花盆持水能力就更差一些，所以如果是耐旱的植物，就要选择瘦高的花盆。那如果是吸水的植物，就可以选择矮胖的花盆。花盆的材质，对于植物来说，不同的花盆材质对盆土水分的蒸发速度有轻微的影响。那我们都知道陶盆的透气性更好，所以水分更容易透过花盆壁蒸发，所以盆土干的也就更快。那瓷盆呢、塑料盆透气性更差，所以水分很难通过花盆蒸发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呢，花盆的材质对于盆栽真的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能通过盆壁蒸发掉的那部分水分毕竟只是一小部分。如果你考虑土壤里的空气含量，那种植媒介的选择是关键。那如果你考虑土壤里的水容量，种植媒介花盆的尺寸和形状更为重要。那如果你是想增加盆土的透水性，那在盆底打几个孔，比花盆的材质选择有用得多。所以我觉得在选择花盆时，材质其实是可以忽略掉的，从美观上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。最后来说一说花盆颜色的选择。那对于颜色的选择，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性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灰色或者是桃色，我觉得它们是百搭色，跟什么样的植物都能搭在一起。那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唯一不要选择是白色，
或者是其他浅色透光的花盆，因为大部分的植物根系是不需要光照的，所以如果花盆透光，那根是长不好的。养花养根，如果根长不好，那这个植物也就长不好了。好，今天就分享这些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